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Lucy， 专注分享实用的股票投资知识。今天是9月2日，市场复盘来了。Lucy 会从技术面和消息面带你一起拆解行情，看懂资金动向，把握市场节奏。如果你也想抓住下一波机会，记得点个订阅，并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每一期干货视频你都不会错过。点赞关注，投资路上不迷路。我们马上开始了。今天呢，会从2个方面呢跟大家去聊一下美股的走势情况。那第一个部分呢，就是纳指的一个行情走势。那我们上一周呢一直跟大家提示到的，越接近压力位呢，越是要减仓呢。现在看来验证是正确的。接下来呢，我们要跟踪的一些热点股票呢，有英伟达CRWV、特斯拉、Circle 还有 AMD。如果说 Lucy 的分析是对你有帮助的，可以评论区留言888，感谢大家的支持。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纳指的日线走势图。纳指的话呢，上个星期五是走了一根阴线，所以在这个位置呢，其实它在星期四的时候比较接近于我们之前参考的一个高点的位置，所以说现在呢出现了阴线，等于说市场呢还是有一些资金分歧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有这个半导体，包括这个特斯拉，他们的一个回调呢，其实带动了纳指的一个指数的回调。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纳指呢低点和低点的连线呢就走出了一个上升三角形。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知道，上升三角形呢它有2个方向的一个选择。如果说在上边界突破形成一根阳线的话，实打实的站稳了上边的这个上边界，那就说明它是有一个支撑的。那后续的一个行情呢，就还会继续向上。但如果说上升三角形的一个 K 线呢，是由一根阴线跌破了这一个下边界的话，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如果说选择了一个方向向下的话，那我们看到股价包括指数呢，都会去向下的一个回调。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知道现在呢，纳指它就有一点点危险。那本周的话呢，因为星期一是休息的，所以说我们看星期二的一个行情呢，就比较关键了。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这个彩虹带呢，它现在是处于一个我们判断多方的一个唯一标准。那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一旦 K 线呢跌破了它的一个彩虹带下边界，或者是中轴这个位置跌破了，甚至是我们画的这个趋势线跌破了的话，那它就有可能开启一波下跌的一个走势。所以说纳指在本周的话呢是非常关键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在盘前呢去先画一下它的形态，因为今天呢还是比较重要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三角形的一个边界。那 Lucy 呢还会在我的一个盘前广播里呢去给大家去写到一些我的一个观点。首先呢，在29号的时候呢，我有提到说纳指接近箱体的一个上边界了，那接近第2目标价位呢是21,764.55，我想大家还记得。那昨天呢是阳线还不错，那今天的话如果说收周线和月线，等于说是上个星期五嘛，盘前我的一个预判呢说，如果真的收阳线创新高，还是有一个我们客观的看待市场，那也要等到下周的一个行情走出2-3天再看。所以说其实我对周五的一个行情呢也还是保持着一个观望的一个态度。那下周一休市的话，也就是指的是周一那会有3天不开盘，所以说防止周末的有不确定消息出现，技术分析又靠近高位，适当减仓还是有必要的。实际上我在这一天的一个盘前呢有给大家去讲，我说越靠近高位，包括我在周四的一个直播里也有给大家去说，就是这个位置呢越靠近高位它是什么样的一个逻辑底层，给大家去讲得很清楚。所以星期五的话呢，这一根 K 线就出现了一个阴线。那我们现在不管说它现在是回调也好，还是说它蹲一下之后再起，或者说下蹲之后呢开启它的一个下跌的话，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都要去等待它的一个信号，这是此前我给财生们讲过的这个方法。所以说我们等待信号的话，这个过程中那我们的仓位就不要重。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其实我们看到纳指它是一个震荡的一个走势，也就是说有很多股票呢它其实也具备了聚宝盆资金选择的一个高低切换的一个方向。所以说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哪些股票还有操作的机会。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英伟达的日线走势图。那英伟达的话，在这一轮的一个过程呢，实际上我们一直在观察它的临界值，就是182.9这个位置，包括这一天它的一个阴线下跌呢，已经给我们得到了一个确认。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说在它反弹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最后要看的就是它能不能过掉182.9，甚至能不能反包掉184.4。显然，在上一周的话呢，英伟达它是遇到了很大的一个压力，也就是说它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阻力。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一个彩虹带呢，其实给到我们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信号了。这就是说它的彩虹带，你看它在拉升的过程中，它是一个放宽的，这个有宽度的一个飘带，我们看它就比较清晰了。但是呢，越在它震荡的一个过程中的话，我们的一个彩虹飘带呢，越是一个收敛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收紧了之后呢，它就可能出现变字。那么在星期五的话呢，它是出现了变字。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它的前一天我还给大家讲到，我说这一根 K 线呢，其实多空是非常纠结的。而且在这个方向里面呢，我们知道其实这一天是这个英伟达财报出现的第二天，就出现了多空双杀的一个走势。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英伟达它你希望 MACD 出现金叉呢，也不太可能。在这个地方没有出现金叉，而且红柱还逐渐的变大，所以在这个过程我们要小心它的一个顶背离之后呢，会出现带线呢下穿零轴的一个过程。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一个文字版是如何描述的。像英伟达的话呢，在财报后多空双方争夺激烈，指的就是这一根螺旋桨。那终究呢，还是没能突破我们一直观察的这个点位，所以说虽然前1个小时呢有上冲的动作，但是还是被压下来了。这一层箱体上沿呢还是比较难过的，指的箱体呢是这一个箱体，大家要知道啊，这个箱体上沿是比较难过的。所以说啊，我们的彩虹带呢相对来说收紧了很多。今天呢一旦稍稍下跌，就会出现变字。今天也是期权的一个末日，如果说盘中呢可能会有大的震荡，指的是什么？就是说每一次呢在它的一个 IV 非常大的时候呢，基本上都是在这个末日期权，所以说它有可能会制造末日期权的一个大波动而出现下跌，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预判。所以说呢，对冲的 ETF 可以用到 NVD 和 NVDD， 还是短线进出会好一些，这个仓位呢也不宜过重。所以说这里呢就给到我们一个信息，因为它这突破不了，所以呢其实 Lucy 在这个过程中用到的是 Put Option， 我是在这一天去开仓的，所幸呢在这个大跌呢是赶上了，但是我的一个收益呢相对来说，因为我没有做末日期权，所以它的一个收益呢相对来说没有末日期权高。那我是做了一个 Put Option 呢，也在星期五的时候呢去 close 掉了，因为我也担心3天的一个休市呢会带到一些消息面的一个影响。那我本周到呢还会再去新开一个新的期权，到时候呢还要找一下它的一个标准的一个位置。那我们来看一下 NVD 有什么表现。那 NVD 在这个过程中就与正股呢是反过来的。我们可以看呢，这一天是一个大阳线，这一天就是一个大阴线，那冲高回落，所以说在这个周四和周五的一个行情过程中，它就出现了一个探底之后的一个回升。如果说你看了 Lucy 的盘前广播的话，那你会抓到这样的一个大阳线的。那我们财生朋友呢也给 Lucy 提醒了啊，说这一天的一个收益呢大概是 6.72%， 最高呢是冲到了 7%。所以如果你要一开盘买的话，至少我觉得 6% 啊是可以到手的。那么这个呢就是英伟达它的一个消息。紧接着它后续的一个走势呢，其实这一个是我在直播当中，包括我们的一个视频当中呢有给大家去预判。那文字版那大家呢也应该能看得懂我所标记的一个位置，包括它的一个思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 CRWV 的一个走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回顾一下8号、9号 K 线呢，是 Lucy 去跟踪它的一个起始的点。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也跟大家去讲了，就是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高度，等于说这一根 K 线开始，它没有跌破9号 K 线，包括呢这个90块钱的一个防守位，那它就出现了拉升。这2天的一个幅度呢，它遇到了一个中轴的位置呢，出现下跌，这也是我们彩虹带给到 Lucy 的一个信心。那它的一个反弹过程中，我就说它因为上一次它的反弹的力度还是挺强的。你看它这一次呢是过掉了中轴，然后又去了
3根黄 K， 最高呢是去到过148.8块，那它的一个位置呢是在 61.8% 的一个位置，也就是说它这一个手法这一次还会不会继续使用？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有共振的一个防守的，那哪个共振呢？一个是它在一个右侧的一个走势，同时呢它是站稳了2号 K 线的 99.5块。所以说我们看懂了盘前广播的朋友，包括呢看了我的视频的朋友，那你就会知道其实这一轮 CRWV 呢还没走完。另一个底气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5天的蓝 K 值得我们去跟踪，那跟踪的话呢也有聚宝盆的一个加持，那就知道我们的一个共振呢又多了一个保障。所以在这个地方它还是这里是第1重，这里是第2重，那么第3重的话给到大家就是我们的 MACD 是一个金叉，这个地方是第3重的一个信心，那它反弹的一个力度呢我们相对来说呢就有把握了。那 Lucy 呢也会在这个地方在星期五的时候呢又重新去构筑了我的一个 call option， 所以接下来就希望它能在2号 K 线的一个高点呢来去给到一些空间，那哪怕说我在这个位置建仓，只要它涨我就赚钱。那本周的话呢也是我的一个 call option 的一个建仓的一个空间，所以呢这就是 CRWV 的一个跟踪。所以接下来呢如果说你跟上了 Lucy 的思路，包括看到了我的盘前，那我来说一下盘前我是怎么讲的。本周3周4的一个连续阳线拉升 K 线站稳了 99.5块的支撑线，下一步可以看 38.2 108.7块，那参考前一波反弹节奏，最高点是去过 61.8%， 所以这一波的一个聚宝盆的一个共振 50% 的价位116是可以期待的。124呢我们只能边走边看了，都是本轮反弹比较关键的点位，可以逐一参考。所以刚刚给大家讲到了说我为什么在这个位置去做了一个 call option， 就是这个原因。那到这个位置其实呢还是有一定的一个空间期待的，哪怕说它再给我来一根阳线就可以了。这个呢就是 CRWV 的一个跟踪。那如果说啊，咱们的粉丝朋友们，你想要看到 Lucy 的一个财生盘前广播呢，这边我也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财生频道的盘前广播会写到我近期跟踪的股票，包括我的交易思路，还有参考价位。如果说你是新加入的粉丝朋友，那你有整整15天的一个体验期，可以体验到我的一个盘前解析呢，文字版的一个描述，会在每天的一个盘前，大概在香港时间下午的5点到6点之间呢会发送。那如果说你还没有拿到这样的一个独家资讯的话，那赶紧去找助教老师领取。那还有第2重福利呢，是配给我们玩期权的粉丝朋友们的。那 Lucy 呢准备了期权的入门课程和实战交易分享，在我的一个会员视频里。如果说你在 YouTube 平台点击加入，成为了 Lucy 的超级露露粉，那不但能看专属的期权视频，还有 Lucy 呢给到每一周的一个期权的机会分享的一个提示，那你还可以再加30天的一个盘前体验期。那么我们知道交易期权呢是有技巧的，大家就不要错过了。报名的方式呢就是点击下方置顶链接，给我的助教老师呢 Star 发送口令啊，口令是15，就可以领取到这样的一个体验的一个大礼包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特斯拉的日线走势图。那特斯拉在这一轮的一个过程中呢，其实还算是节奏比较明确的。我们来看一下上一周我们去复盘的特斯拉呢，它的一个节奏呢，大概是冲高，然后见黄 K 之后回落，然后在彩虹带的一个边界呢出现支撑，加上我们的机构成本线出现支撑，然后再反弹，出现黄 K 再回落，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我们在这样呢抓住特斯拉的它的一个机会和节奏的话，那其实那特斯拉的机会又出现了。上一周呢我说在340这个位置我们要看它能不能踩住，那现在看呢有一点点踩漏了的迹象，也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止跌信号。所以说本周的话我们要等一个什么信号去参加这个特斯拉呢？给大家看一下，它现在呢算是一个在这个0轴上方的一个震荡，那 MACD 的话呢现在还算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走势。我们来看一下30分钟的一个走势。30分钟在上周五的话，它的一个回调的一个幅度当中，我们看到了白 K 和聚宝盆，这是30分钟的一个走势。但是很遗憾60分钟还没出。我们知道在之前的一个行情过程中呢 Lucy 有给大家统计过，说这个特斯拉呀，它出现我们的抄底套餐的话，效果明显是100%。也就是说，等
60分钟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信号的话，你还是可以去参与的。也就是说，那里就是特斯拉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目标。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本周的话，我们还可以用彩虹带来去做参考。那么30分钟呢，就是一个关键的参考点。而且我们看到了，它虽然是下跌的阴线，但是30分钟是一个聚宝盆，所以它在这个彩虹带边界呢，很有可能就会出现反弹。那我们的财生朋友，包括我们的一个这个体验的朋友，都可以呢去找 Lucy 的助教啊，此大呢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位置去做一个参考。那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60分钟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走势。那这就是特斯拉的一个分析。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Circle 的表现。Circle 呢，本轮的一个走势呢还是比较耐人寻味的。我们看一下这张图表是 Circle 的日线走势图。Circle 在一轮回调过程中，其实呢在这一轮后这个下跌的这个结构9这个过程中，我们说这个很多财生朋友，包括我们的粉丝朋友呢，也一直在问这个 Circle 啊到底怎么样了，它能不能涨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Lucy 上一周的话是给大家去做了分析。那我们是以这个结构9的一个低点呢是去做参考，125.6块这个位置。我说大家呢可以再等一等，如果说这个跌破9号 K 线的话，我们就莫不如再等一等它的一个聚宝盆了。但是呢，如果说9号 K 线跌不破的话，它在这个地方它有可能不跌的话，它就会涨了啊。该跌不跌就是要涨，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连续跟踪了3天，但是呢，我没有去买 Circle。今天发现了它的一个机会，那我们来看一下它什么机会啊？其实呢，它 K 线就没有出现这一堆蓝 K 了。那我们有其他的一些参考，比如说我们的9号 K 线的一个低点，那它不跌破它的一个开盘价的话，那在这个地方它拉升了，是不是我们可以去做反弹的一个信号1？那第二个信号呢，就是我们的 MACD 现在在下方呢是出现了一个金叉，等于说这个金叉如果放大的话，那股价呢还会出现连续的一个拉升。那第三个信号呢，就是我们的龙头引力了。龙头引力现在到了低洼区，现在呢，如果说它再跌一跌，就出现了聚宝盆。我们上一只看到这样的一个信号的股票是哪一只呢？就是 CRWV。所以说我们看到 Circle 的话，也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参考。但是呢，它的一个参考就比较麻烦了，它最近这一段呢是没有大阴线的，等于说它下跌的这个过程呢是没有大阴线的啊，我们只能用这3根去合并在一起去看一下。所以说我们的一个 TD9 呢，之前给大家讲到过，就是这个1号 K 线呢是一个参考的点。那它比如说啊，我们在这个地方啊去可以参考这个位置，那它反弹的第一个目标位呢就是这个1号 K 线。那可能有粉丝朋友问，会说为什么 Lucy 不画这儿，不画在这个1号 K 线这个位置？2号 K 线和3号 K 线呢，其实股价呢有回到过1号 K 线的一个实体当中，所以说我们要去看压力位呢，是看股价没有到过的位置。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要去参考的一个地方了。如果说它能在这儿站稳，然后再站稳，然后再上行的话，第一个目标位是这个位置，所以说 Circle 呢现在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参与的机会，那大家就要注意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AMD 的日线走势图。这张图表是 AMD 的日线走势，而且呢 Lucy 会在这个过程中呢去画线，因为我一直有跟踪 AMD 的走势，那它与英伟达呢现在就走势相当来说呢是一个趋于一致的，但是它会比英伟达早一点啊。我们看到英伟达它刚刚出现变字，然后 AMD 呢它已经走出了黄色的飘带，也就是说 AMD 现在呢我们要以一个空头的一个思维来去看。那空头思维的话，现在呢我们要知道它前一轮这一轮反弹是一个 M， 我来给大家画一下，这是一个 M， 所以大家应该也能看得到这一个黄线呢，下面这个黄线是一个撑压互换线。撑压互换线怎么用呢？就是说它这个位置是一个颈线位，颈线位的话它有支撑，它有可能会出现反弹，但是我们的彩虹带出现了变字，所以说它反弹的概率呢就比较低。那它如果说跌破了颈线位的话，出现了下跌的话，那就是另一番景象了。那我们下方呢可能会可以看到143这个位置了。那143的话，我们等于说机构成本线呢有可能拉一拉，还能走到这个地方，算是一个支撑。那这一段空间我们知道 AMD 现在是162元，所以说它如果说再向下回调的话呢，空间还是不小的，所以大家呢还是要在 AMD 上面呢去这个多减仓。那抄底的话呢，现在是大可不必，还没有到抄底的时候。那我们来看一下周线给到我们一些底气。那周线呢，实际上它在酝酿散财童子了，这一点呢是比较清晰的。
那还有就是周线呢，它在9号 K 线这个位置啊，它出现了一个跌破，所以说上一周呢是出现它的一个反抽，也就是这2根 K 线呢，等于说是一根阳线之后呢，被一根阴线跌破了。那我们再确认一下高位之后呢，它就有可能出现下跌。那它下跌的一个位置，我们来看一下，它就有可能打到彩虹带这个地方。如果说彩虹带不能进一步上行的话，我们按照9转来去看的话，9号 K 线跌破了之后呢，我们要去等5号 K 线的一个位置了。5号 K 线的一个空间在哪里？我们来画一下，5号 K 线的一个空间呢是在这一个区间，等于说它如果打到这个位置呢，也就是146附近，是不是与我们的日线呢相对来说这个价格呢会相对来说是重合的？所以大家对于 AMD 的话呢，可以用空头的思维来去看。那这是对 AMD 的分析。咱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喽，拜拜。